Launch Control。到 Shift， 砰砰砰砰砰，这个 AMG Track Pace 呢，它可以 show 我刚才做到的0到100是 4.9 秒，distance 是74米，temperature 全部都告诉你，还有整个 Analyst， 这个是最新 AMG C43的一个 software。现在呢，这个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 AMG C43 就是从443,888块起，有什么厉害？C43 采用 AMG 专属的运动化套装，好像 Mercedes AMG GT 这样子，这个跟 AMG Line 的繁星点点造型有一点不同。那 C43 的轴距跟一般的 C-Class 一样，都是 2865mm， 比 W205 加长25个 mm， 采用19寸的 AMG 5 Twin Spoke 轮圈，搭配银色刹车卡钳，使用 Continental Sport Contact 7 高性能轮胎。那车尾造型最显眼的是 Rear Bumper 的4出排气管，然后你注意看，左边呢是 AMG 名牌，右边是 C43。在非 AMG 车型呢，像 C350E 这样子，左边是车子的型号，而不是放在右边。所以如果你想要改装，记得注意这个细节。再来 C43 呢，有玻璃天窗、超细纤维材质的座椅、红色安全带，还有以舒适性为主的运动化驾驶座椅。而中控台的重点呢，就是在于这一个方向盘，然后它有碳纤维的饰板，还有红色缝线。仪表板里面提供 Track Pace 和 Super Sport 的这个模式，引擎和 AMG Dynamics 都可以在 Individual Mode 里面去独立调整。W206 C-Class 的 C43 终于有机会可以来测试看看这台车子在没有了6气缸之后，剩下4气缸，它到底能够给车主给乘客怎样的一种驾驶体验？所以当然Being AMG 它有非常多的驾驶模式，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旋钮调整去 Sport Plus Go。 Oh my god！ 哇！Sport Plus， 哇！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一代的 W206 的 C43 和 C63 都不再提供 V6 和 V8 引擎选择，所以不管你买到C200、C350E、C43、C63， 它们全部都是 4 cylinder 4气缸引擎。那我们把时间拉到更早，在我上一次介绍Mercedes AMG A45S 的时候，我就有讲了那个 M139 引擎，未来也会被应用在 C-Class 上面。当然，作为一个你知道吗 ，Mercedes 的 C-Class 它采用的是重置引擎的排列方式，而且 Mercedes 就为它加入了一个新的科技，叫做Electric Exhaust Gas Turbocharger， 就是一个电子的涡轮增压系统，让到它即便少了2个气缸，它也能够提供给你408个 PS 跟500 Nm， 0到100是 4.6 秒。听起来怎么讲？如果你觉得 4.6 秒不够快，你还可以再给多 almost double 的钱去买到 C63S， 那个同样是同一具引擎，不过这个电动马达更大，电池更大，它就可以给到你680个 PS 跟1020 Nm， 0到100 3.4 秒。这台车子是443,888块，所以它其实也只是比 C350E 贵一个90多千，不是很多啦。I mean compared to 怎么样 ，C350E 到 C43 的距离比 C43 到 C63 的距离近很多。但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在疑惑说，到底
我还值得花400多千去买一个 4 cylinder 的车子吗？但是我这几天，因为我这一次测试时间很长，我就开去新山再开回来。So，当我们在这个 Sport Plus 的模式 ，Suspension 去到 Sport， 然后 AMG Dynamic 去到 Sport，Everything 都去到 Sport 的时候，我们 Downshift，OK Go。6500转，7000转，6500。Downshift。你那个心里面是五味杂陈的。我们都知道 V6 因为它有独特的这个引擎排列方式，就是3个气缸呈现 V 字形这样子来打，所以它除了能够让它车子更加 stabilize 更加稳定之外，它也能够创造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声浪。Mercedes 有 V6 BMW 的 L6 或者是 Porsche 的 Flat Six， 就6气缸。它不管马力、动力、扭力多少，只是它的声音一定会比4气缸还来的精彩。可是因为这个车子，他们透过了很多的添加物，透过了很多的合成物，就让到你即便没有掉6气缸，它的动力上。反而是更加的 smooth， 因为它有这个全新的电子涡轮系统，所以它的低转是远远比上一代 W205 的 C43 更加的文明，比上一代的 C43 更加的在低转的时候扭力更加的充足，也非常少的 turbo lag， 你甚至感觉不到。当然1号牙、2号牙那个会卡这样子，这个也是它有一个小小的瑕疵这样子啦。But overall 你上了轨道加速，然后昨天我在 Dato On Setia Tropika 的时候我开着因为我一直不知道怎样开始拍这条 video， 所以我就一直花时间去跟他相处，去跟他建立起一些感情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讲，你知道这辆车像什么吗？这辆车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半 vegetarian 啦，更准确一点来讲，我算是一个 pescatarian 或者是 flexitarian， 就是说有的选择的情况下，我会选择吃素、吃斋就是没有肉的我要讲的是，这台车子它在从 V6 downsizing 到2.0 L 4气缸的情况下它完全那个 performance 它不会输的，甚至讲我不告诉你今天我不告诉一个车主上车试驾，我不跟他讲这个不是 V6， 他会不会觉得这个不是 V6？ 他会不会一踩这个不是 V6？ 哇，好像什么听音师、调音师这样的嘛。但是我不跟你讲，你可能开了1-2个星期，你也不察觉这个车子跟上一代的 C43 有什么不同。但当你了解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它好像什么，你懂吗？它好像合成肉它好像那种 Beyond Meat， 你懂吗？就是说我本来我是一个很喜欢吃牛排、很喜欢吃牛肉的人然后我又不想要再 consume animal product， 那我就选择去食用那种经过合成可能用大豆，可能用一些植物蛋白去合成变成一个牛肉。所以如果我不告诉那个人它吃起来像牛肉，它看起来像牛肉，它闻起来像牛肉，它的口感咀嚼起来像牛肉，它就是一整块不折不扣的牛肉感，但它又不是一个牛肉。所以这个 C43 它就有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它还是那个怎么讲，所谓的西装暴徒，所谓的低调 sleeper car， 它还是那个 C43 吗？它还是吗？我觉得它还是的。可是当你了解了 Mercedes 的你知道吗？48伏的 Mild Hybrid 系统，因为以前 Turbo 是点更多的油，那现在是导电进去里面，就是用电来取代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Fenders 那边它放了一个叫 Turbo Electrify。那 Electrify 这个字算是非常笼统啦，什么都可以叫 Electrify。可是在它的情况下呢，它的这个电池只是0.96 kWh less than 1 kWh， 所以它说冒 Hybrid， 其实它根本就不是 Hybrid 啦，它只是一个 Starter，一个 Generator 可以提供额外14个 horsepower。当然你去到像 C3501 我之前介绍过的那个呢，25.4 kW， 能够纯电动行驶多少100公里等等。那这个车子就没有这样子的东西，Mercedes 就为它换了一个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双离合器变速箱，也就让它能够做到 Launch Control。所以你知道吗？今时今日来到2025年了，这个我觉得每一匹马力的这个成本越来越低以前你真的是要买到 A45， 以前你真的是要买到 C43 C63， 你才可以获得0到100 4.6秒的加速表现，你才可以获得这一种澎湃的动力感，4轮驱动。现在真的我们都知道，你知我知他知天知地知，200多千你就拿得到。可是它还是一个 one man one engine 的AMG， 由德国工程师组装的这个引擎。那在电动车的这个世界里面，我相信 Mercedes 以前叫 Mercedes EQ 啦，总之就是 Mercedes 的电动车，我觉得他们在工艺方面是进步的它的低风阻系数啦，它的电动马达设计等等，但它可能在情感面上面就不是这么精彩，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去适应一个这么绿的 Mercedes-Benz， 大家没有办法去适应一个这么环保的 Mercedes-Benz， 它还是少了那一种激情澎湃的感觉，相比较于还在使用可能6-7缸引擎8-7缸引擎的 BMW M 车型。这个 C43 啦，我驾了几天下来，我觉得它的直路动力是没有话说的，一流，真的是你无时无刻不管你驾着什么速度，这个油门踏板它都会在提醒着你，它都会暗示着你，它都会鼓励你加快一点，加快一点，加快一点，加降慢这么，加降慢这么，给我多一点油，给我多一点油，给我多一点油，我要喝多一点。但当你来到你知道吗 LDB Jalan Skudai大学城那种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车子太过摇它太过软，太过 soft， 太过 comfort， 而且是你会觉得很晕有时坐起来，因为它的车重这个我蛮 surprise 的即便少了2个气缸，它的车重还是比 CS 1856公斤，average 是比上一代的 C43 重了75公斤以上，所以你会 feel 到那个车重，那个 body roll。当然，你可以用这个 AMG 的旋钮去马上去切换你的 suspension， 可以从 Comfort 去到 Sport， 去到 Sport Plus。那当你去到 Sport Plus 的 Adaptive Damping System， 哇，它就很认真了，很 focus， 很认真。然后旋转旋钮，好像 Ferrari 的 Magnetino 旋钮 ，Porsche 的 Sport Chrono。这个也是去彰显、去凸显它 Mercedes AMG 车型的这个DNA， 就是你买到 Non AMG 的 Mercedes 它不会给你啦不管你是什么 AMG Line、AMG 套装，这个东西还是 Mercedes 它留一手给这个 AMG 车型然后 Suspension 我觉得还有进步空间就它3个 Suspension 虽然可以调，可是我觉得加起来没有这么有信心 ，compare to 其他的欧系、德系的这个价位的车子再来另外一个，我觉得它的转向力度就是它还是会有虚位啦。你觉得 C43 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好驾的车，可是有时候你怎么讲，你很激烈的去 push 它，然后你要跟它很认真的，你要很认真的对待它，它好像你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跟他做朋友，你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跟他培养感情，建立起那个信任感。当你讲到这个直路、加速、踩油、comfort mode 而已，升档、降档、braking， 声音这个见仁见智啦。
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去苛刻的要求他们。我们都知道欧盟排放法规 Euro 6过后 Euro 7，你看现在 Ferrari 主打的，连那个 F80 也是 3.0 L V6 Twin Turbo， 296 GTB 也是 V6， McLaren Artura 也是主打 V6，So Aston Martin 也是 V12 已经慢慢越来越少就变成 V8， 所以 V12 变成 V8 变成 V6 变成 4 cylinder at the end of the day 可能就变成 no cylinder which is Mercedes 已经 try 了，他们已经试了 with no cylinder， 然后甚至在比它更高一级的 C63 上面也首次尝试了 4 cylinder 的 C63S。 当然 that's another topic， 等到我们有机会试驾到那个900多钱的 C63S， 因为工作机会我在还没有做 YouTube 之前，我在以前做 Top Gear 杂志的时候，我没有记错，我至少拿了 C43 facelift 加 pre-facelift 4-5次了，所以我对 C43 包括 GLC 43是非常的熟悉，而且每次很巧的，我每次拿 C43 都是要出远门，回新山、去槟城、去东海岸、关丹这些地方，所以我跟43，我跟这个 3.0 L V6 的 Mercedes AMG 是有很深的情感啦，因为真的是大家合作了非常多次这样子，来到这个新时代的 W206 2.0 L 4 cylinder with 这个 AMG Speedshift MCT 9G 的这个 gearbox rear wheel steering 后轴转向系统放在 E Class S Class 已经很好，放在 C Class even better， 然后里面的操作系统调整驾驶模式在2024、2025或者未来的5年里面 Mercedes 在这个价位400多钱里面能够端出来的最好的一份牛肉。但至于它是一个100%的牛肉，还是它是一个 synthetic meat 合成的牛肉，这个我们就看大家的口味。确实我自己作为一个素食者，不全素食者我基本上如果我真的想吃素，我会吃豆腐，我会尽量吃菜，吃 quinoa， 吃南瓜吃 tempeh， 你知道吗？有很多比较 pure 的那种植物蛋白来源，而不是那种合成的肉啦。把合成肉不是合成的 turbo 啦，你懂我意思吗？我只是要做这个比喻给大家知道而已。所以这台 Mercedes C43它的油耗我们开到现在，我看一下11.1 liter per 100 km 我看了很多国外试驾，其实它的油耗肯定是比之前那个 3.0 liter V6 Twin Turbo 的进步，但没有很多 ，maybe 一个5 to 10%。Yeah, that's it。我其实坦白说，我自己真的非常惊讶，这一次 Mercedes-Benz Malaysia 同样造就的 CKD 本地组装这个 C43，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挑战，也是一个他们怎么讲很勇敢啦。因为你说，在我2018年入行的时候，哇，那个时候 CKD C43。大家都觉得哇买了，因为真的很值得整个东西。可是现在真的很勇敢，很挑战啊！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市场上为数不多的 2.0 L 4气缸 Mild Hybrid 的 High Performance Sedan 的感觉是怎样子。所以喜欢影片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然后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我是戴主义。我们下一集影片见。看到吗？ You feel that？Right corner